看不够，我看不够呀！朋友们，3.3的剧情也太短了，前后就干了2个小时，把伞兵的一生还有洗白的过程完完全全展现在了各位观众们的面前。不过说实话，主线剧情虽然短，但是短小精悍，刀刀扎人心。那今天呢，我通过我长达几个版本以来对伞兵的信息搜刮、调查、理解与分析，再结合上这次刚更新的3.3剧情的全貌，为大家来讲述一下啊，为什么我觉得伞兵这个人物是原神自开服以来塑造最完整的一个角色。在他的身上我就看到4个字，都是命啊！朋友们，关前提醒，接下来我要说的全是剧透，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收藏。那本期节目就由大家2个圆圆的硬币赞助播出。首先围绕伞兵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盗期踏贝沙这一个地方。在 2.0 版本刚开盗期的时候，我们就接到过一个世界任务，叫做踏贝物语。通过这个任务呢，我们首先知道啊，盗期锻刀的特殊材料玉钢就从此地生产出来。这儿有着盗期最大的冶炼设施玉影炉心啊，是以岁神的力量作为能源来进行驱动的。这个玉影炉心一共发生过2次意外，每次发生意外呢，岁神的力量就会发生泄漏，不仅仅是造成工伤啊，还会威胁附近居民的生命安全。那如今的玉影炉心倒是凭借旅行者和来自枫丹的工匠泽维尔修好了。500年前那一次又是怎么修的呢？这又和伞兵又有什么关系呢？说到这里啊，我先吐槽一句啊，朋友们，坏啦！自从原神的编剧学会了从世界树抹去记忆这一招，他就反反复复给玩家来这一套啊。这次3.3的剧情总结来说分上中下，上就是伞兵带着咱们进入世界树找资料，中就是伞兵从世界树里看到了博士干的好事，他人傻了，一时上头就把自己从世界树的记录里抹掉了。下就是又只有旅行者，又只有咱们独自见证了这一切，然后我傻了，只好先去找失去记忆的伞兵，再去找失去记忆的伞兵的记忆，最后失去记忆的伞兵找回了他的记忆，变成了流浪者。那说回正题啊，500年前的玉影炉心事故啊，就和伞兵在世界树里看到的记录有关。还记得伞兵 PV 里一直说他遭到了3次背叛吗？第一次是他妈不要他，咱们都清楚啊。那么这个第2次，也就是500年前，博士装成了来自枫丹的工匠，杀了伞兵的朋友丹羽，而且残忍的把丹羽的心脏送给了伞兵。但是他骗伞兵啊，大致是这么骗的。博士说，玉影炉心事故太严重了，大家已经决定好了，让你去牺牲，毕竟你是个人偶嘛，死不足惜。接下来你就带着我造的这个装置进炉子里去吧，装置会吸收岁神能量的，你能不能出来我也不知道啊。然后伞兵就去了，哎呀，这个傻孩子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伞兵不知道的是，博士偷偷把丹羽的心脏塞进了装置里。等他从炉子里面真的捡回了一条命出来了之后啊，伞兵问博士，装置里是什么东西保护了自己？然后这个时候博士就把心脏拿出来了，完了又骗伞兵说，丹羽已经畏罪潜逃了，这是他走前给你搞来的。哎，你不是一直想要颗心脏吗？丹羽就杀了一个无辜的随从，给你送的礼物。听到这里，伞兵震惊了，我也震惊了。博士啊，你真是买房摇不到号不得好使啊！把伞兵朋友的心脏送给伞兵，同时让伞兵对这颗心脏心生嫌弃，对朋友心生厌恶，而且这么做仅仅是为了一场实验啊！你敢信？你活该切片全没啊你啊！真的是气死我了。那博士这么一系列操作下来呢，最终就导致了伞兵走向黑化，接受博士的实验意见，来到须弥参加造神计划。朋友们，你们能想象吗？伞兵一直以来都以为啊，因为自己是人偶，所以被人类朋友背叛，不仅是背叛，还送他了一个不祥的心脏来恶心他啊！这么时隔500多年以后啊，才知道真相，这得有多痛苦呀！在线收留心碎伞兵，孩子，你可真是太惨了呀！雷神是你亲妈，我就是你后妈，以后都爱你的妈，好吧？那看到这里，咱们得再提一下，事实证明，桂木和丹羽不是同一个人，桂木也是伞兵的好朋友，但是更伤伞兵心的应该是丹羽。而且踏贝沙这里不是炼钢断刀的嘛啊，所以这里应该是伞兵报复雷电武船，报复刀匠的起因。接下来3.3这次剧情也解释了伞兵自认为的第3次背叛是什么。说实话，我觉得根本就不算背叛，这熊孩子死脑筋，可能是当时被刀多了，人已经脑子不清了。伞兵从踏贝沙出来之后，认识了一个已经生病的小朋友，这个小朋友无名无姓，父母双亡。认识伞兵之后就约定和他一起生活，但是后面不幸病逝，伞兵拥有无穷无尽的生命，但是小孩子可是个纯纯的人类啊，所以这约定不是没完成嘛。伞兵又觉得是被人给背叛了，哎呦我去，这死孩子！那到这里伞兵的一生咱们基本就看完了。3.3的剧情说完了，伞兵的身世也就只剩一个底儿了。在剧情的最后，一个陌生女子的声音在旅行者脑海中响起，我感觉吧，这里可能是枫丹的神开始给枫丹做铺垫了。反正作为唯一的提瓦特见证者，我只希望编剧不要再同一招翻来覆去的使用了。伞兵冲进世界树抹掉他自己的
的记忆的时候，我还真以为有大刀呢。现在看来啊，也就还好吧。不过米哈游铺垫了这么久的伞兵的故事啊，应该也有2年了吧，总算有了个大结局啊。总之，我对这次的剧情还是比较满意的，不知道大家会给这个结局打多少分呢？好了，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别忘记点赞、收藏，给2个圆圆的硬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位移，命运也是如此。就像瓶子落到地上，小猫打碎的也好，飞鸟打碎的也好，结果它都碎成这样了，对吧？你是谁啊？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些？历史不会轻易被改变，但人们的心会。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所见才是真实，未见则为虚幻。